接二连三有。我好像听到名字了。我有听到。各路神明，这是我们答应的履行承诺。第二季的周公讲鬼哪里有鬼？我们的艺人、素人，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，将和大家分享在特定场所、地方或区域的灵异经验。我们不是在鼓吹迷信，而是让观众朋友知道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。嘉宾朋友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，信不信由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公。有一句话说啊，行得夜路多，必有遇鬼时。这意思是说呢，如果一个人呢，他一直做错事情，那么总有一天呢，一定会被发现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比喻为一个人啊，如果常常走在这个阴暗的路上哦，总有一天呢，一定会遇到鬼。所以我要问万喜老师，真的会这样吗？如果我每天一下班就已经是乌漆麻黑的，总有一天我会遇到鬼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其实也要看那个环境啊。有些人可能每次做工作得很迟，但是他的环境很明亮，环境很好，他就未必会遇到鬼。所以关键在于那条路那个地方。万喜老师，你知道吗？单单去年哦，2024年哦，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所谓的致命交通意外啊，总共有140起那么多。你想一个人哦，他带着开心的心情要回家去，没有想到呢，魂断路上。所以我想啊，在马路上呢，应该有很多的冤魂，所以有一些路特别阴，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？有比较科学的角度来讲，就是那个路那个环境可能会比较造成一些车祸，可能比较弯曲啊，灯比较暗等等。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比较玄的说法，就是那个路本身的能量聚集了很多负能量，俗称煞气。所以说公路有很多煞气，就造成了这个交通意外的几率会稍微比较高，然后就造成了一些很不幸的事情会发生。而且如果是有一些路历史比较悠久，有很多背景，很多历史背景，发生了一些很激烈的一些故事，那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。对，就是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咯，要注意2、3下，不只是1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这2位特别嘉宾啊，哇，该怎么形容他们呢？其实我觉得很荣幸啊，因为呢是我们唯一一个上我们节目的超级红星，耶！另外一位呢是一位很可爱的朋友，所以马上要去接他们咯。喂 ，Hello， 欢迎我们的超级红星戴炳辉，还有 Eddie，Eddie 你好，谢谢你来，谢谢。来，行得夜路多，必有遇鬼时。其实我们要讲的也就是开车人士，因为呢，开车人士呢，他们必须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，开着车子。然后呢，去接送他们的客户，尤其是私造车师傅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呢也请到了私造车师傅。他其实有一个名字叫 Lazy Cabby，但是不是他的原名。我想问一下 Eddie， 为什么你会把自己称为 Lazy Cabby？ 你真的有这么懒吗？不是我，是我老婆嘞。是啦，她讲我每天睡觉懒惰，就叫我去取这个名字啊。那说到我旁边的郑炳辉啊，高头大马的一个人，你应该是从来没有遇过鬼吧？有。哇，我真的很 surprise 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么高大威猛，他们应该怕你吧？曾经有风水师傅什么跟我说过，我的阳气是比较重，所以我比较不会看到这些东西。不过就我本身经历，我没有看到啦。我就是有一些身边有一些事情发生，然后就感觉是他们吧。是，但是开车的时候应该没有遇过吧？我没有了，就是因为今天这一集是讲这个题目，所以我就问了一些开德士的朋友，所以他的故事是蛮有意思的。他是开夜班的，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就拿到了一个 booking，
他就开过去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少女就跟一个女佣，然后当时下着毛毛雨，然后女佣就拿着雨伞，那个少女就上车了。开走的时候，他发现那个女佣就一直在转头看着他的车，然后那个眼神是定在他的前面的这个乘客座位上面。可是他说没有人呢，那就 OK 了，开走了咯。然后在半途的时候，那个少女她突然间电话响，她就接了电话，然后她的脸色有点变了。然后后来呢，她就说：“你的车接我的时候，你没有载别人吗？”给我的朋友没有啊，当然是来载你，没有别人嘛。他说我的女佣说，当她说拜拜要走掉的时候，她看到你的前面的座位有一个小女孩坐在那边。所以他就以为是你的女儿还是什么？那为什么你带着你的女儿来载人？所以我的朋友就没有嘞，所以顿时他们两个就安静了下来。我觉得私照车师傅的工作真的很辛苦真的不容易。你要面对人，偶尔还要面对鬼，所以我想问一下 Eddie。OK， 我听说 Eddie 你曾经遇过一些灵异事件是吗？我记得那一晚差不多凌晨3点多 ，OK， 3点半这样了。因为我们那时我驾深夜班啊，所以那一条我们回去的时候啊，我就记得 bus stop 那边，我就看到有一个安哥啊，他穿那种 batik， 他就好像叫我的 taxi 这样啦。那我就慢慢停到那个巴士站的时候，我就 OK， 准备他上车啦。只是我停我的德士的时候啊，在那个 bus stop 的时候，我看来看去看没有人呢，连我的整个那个身体我就觉得好像怪这样，我就好像有感觉，我好像没有看到他的那个下半身。那呢，我什么都不想啊，我就是踩油直接走，我不敢看我的那个 rear mirror。等一下你就必须要在发生这些灵异事件的路上行走，跟探灵。OK， 这呢就是我的探灵总部。那么我会在这里呢监督，还有等一下呢，会给你们一些任务做。第一次有大叔团来到这里哈，好开心哦。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哦，我刚才就说了，这条道路呢有这个快乐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其实这个地方大概186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存在了。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村落，听说住着很多的巫师，做了很多不明文的一些法事，所以呢，听说存留下来很多的负能量。后来这个地方呢又变成了一个坟墓，坟墓之后呢才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黑白屋的这个存在。所以其实，一路走下去，你们应该可以感受到很多。所以 Wise 老师有什么仪器我们可以先去探索的？这个是这个 thermal sensor， 这个探测周围的温度。所以如果探测到周围的气温突然间下降，就可能有它们出现。对，好，这个俗称幽灵盒。那么幽灵盒呢，开启了之后呢，它可以探测周围的这个电波。那么有些时候幽灵可能要跟我们沟通，我们听不到还是怎么样的，可以通过这个仪器呢探测到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 frequency 不一样嘛，那么通过这个仪器可以帮我们接近他们的这个相同的频率。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所谓的探轨器，其实它是 EMF reader，就是探测周围的这个磁场。所以最不想要的就是它去到红色，然后停在那边。去到红色，然后又一直跳动，一直跳。我先来给你们讲一下今天的任务是什么。Thank you。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的童男童女啊？也称为仆人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这一代很多有钱人嘛，那华人呢，那个时候就被沦为当他们的佣人、司机、仆人，所以我们反复的这么做，看是不是可以唤起这里的一些灵体的回忆。我坦白说啦，今天你们做这些任务呢，肯定会来的，只是你们会不会看到而已。
OK。如果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马上执行任务了。好。记得在探灵的时候不要叫彼此的名字啊。所以我现在就给你们各一个外号。冰辉，你就叫白毛啊，白毛。卫斯理还是卫斯理？大雄。好。3位叔叔，任务开始。所以刚才讲到，就是这整个地方都是蛮阴的啦。曾经在某一段做过探灵，也是因为针对这个本迪安娜这个传说，那时候真的是整批人都听到她的女鬼的叫声。那个声音是怎么样的声音？就是女孩子的笑声、尖叫啊！哇哦，大家都听到，所以不可能是任何的动物还是鸟类发出的。我在这里发现大雄弟弟一脸的担忧哦。你还好吗，大雄弟弟？还可以啦，因为刚好像经过那边有点那个花味，你们没有闻到没？不是很重啊，不是很重。哦，原来他闻到了花香味，让他很担心。我这个风铃应该可以挂这里。风铃这类型的东西呢，在家里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挂，会招惹，就是吸引了，不是招惹了。吸引那些东西过来。OK。这个大雄弟弟呢，他要绑这个铃铛嘛，所以我们就让他给他一点时间绑铃铛。那你们就去安排这些祭品啊，放在沿路放在哪一个部分 ？OK。你要放那个公仔吗？现在就是这个是孝敬大家的哈。他跳得很厉害这边，也这边可以。来了，你看祭品一放啊，就已经来了。现在我们回去找大雄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放了，掉了。好了呢，那边任务完成。周公啊，我们现在呢就是基本上那些纸啊、公仔啊都已经做好了。所以现在就剩下这辆车，所以就是我拿到的任务，刚才就是要拉这个车上下徘徊。然后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才去到那边的时候啊，当我放下那个名字的时候，就突然间那个 EMF 反应很大。我感觉你放祭品的地方都是他们选的，我觉得今天应该会有一些感觉。OK， 我们就来回吧，就拉这辆车拉过去。一直在闪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对各位不敬，就是因为我们要拍摄节目。所以如果呢，我们拍摄节目呢，目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通过什么管道跟我们沟通一下。我觉得你拉着的时候，他一直在闪，是哦。他们很享受这个画面。刚才你们有希望说，如果有他们的存在的话，可以有一些反应。我觉得现在去看一看他们是不是有，至少给我们一些回应吧。那个洋娃娃应该在这儿，看一下，看有什么不一样。感觉一样啊。有人踩到是吧？没有啊，我们全部都在那边。但有人踩到吗？哇哦，是风吹吗？是风吹吗？没有零，没有风，这里是闷刀。我们现在 try 这个幽灵河。是吗？有，我听到。你们有在这里周围吗？好像有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对。好像有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对。OK， 再多一次。我再问多一次，你们有在周围吗？有人讲话的声音。你刚才讲 yes。I think 我们应该走直那边，因为他这边一直闪。
大雄有什么移动？没有一样。没有一样。嗯，这边的灵体对这衣服没有什么兴趣。名字可能喂，跑下来了。哇很明显的，这个很明显，这对很明显。 Oh my god！哇哦，这个肯定是风吹吧？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不是，因为这里我感觉一点风都没有，刚才真的没有风。我人蛮震撼的，一点风都没有。 YC 老师，对，你可以利用这个 EMF 哦，问他们是不是想要我们把这对纸扎人就是烧了，然后供奉给他们。是的话，给我们一些回应哦。我发现我讲话的时候他就有回应。对对对我的天哪！他听到了，他们听到了。你要我们把这些今天带来的这些贡品都烧了的话，请你给我们一些指示，给我们一些指示。那请你看到清楚这个东西吗？你过来这里附近一下，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烧给你们。有哦，有反应哦。那 YC 老师，我们是不是要烧了给他们呢？我觉得都要，那些纸扎祭品都要全部烧了，烧给他们。那辆车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问这边的灵体，这辆车他们也要吗？这里的兄弟姐妹们，你们这辆车要不要？要的话，请指示一下。我们不要哎，不嫌弃 BM 吗？有啊，有回应，有回应。不要了，我们确定不要了哦。所以我们只烧那个公仔，还有那些名字给你啊，对吧？公仔跟名字烧给他们，好，车我们送给导播。好，车送回给导播。OK，好像听到，请明确一点。现在就没有了。刚才是你问问题的时候，是听到了一些说话的声音。我听到有人讲话，听到吗 ，YC 老师？ Yes， 周公。我听到有人说话，你们听到吗？通过那个 Spirit Box。好像有，好像有。因为我戴耳机很清楚的。我听到 BM 哎，Sorry to say that， 我真的听到 BM。那辆车怎么办呢？嫌弃 BM 吗？因为刚才白毛叔叔问的时候，我真的有看到那个仪器有反应的，我觉得要问多一次。他们可能不要我们误会，他们不要，其实他们很想要。我们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是不是误会了你的意思？不要 BM， 所以我想确定一下，你是要 BM 对吗？有反应。我觉得送给他们。那我就当这是你们啊一声，啊了一声就是是了，对吧？我觉得就都烧了吧？对对对。我听一下。我在听。请说。啊？接二连三有。我好像听到名字哎。我有听到。接二连三有。接二连三有。是不是我的名字？还是没有？不知道，好像不是，应该不是。哎。哦，不要听了。不该听到的就不要听到。各路神明，这是我们答应的履行承诺，把这个童男童女还有这个名车烧给你们，再加上金银财宝，都一律烧给你们。
哇，唱 opera 哎，对咯。哎呦，对，好，他硬了，好。其实我个人很好奇，我想问一下大雄弟弟，刚才你是不是很害怕？是啊，好下来了。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哦，我觉得现在，节目结束了，我可以说，我觉得他们认识你，因为我现在可以讲了哈，我刚才通过呢这个 Spirit Box 啊，听到他们叫你的名字2次，接二连三有，他们懂你是谁。 OK，就你红到临界去哎，对哈，你真的是超级红星哎。是好事还是？我觉得只要他们好知道我事，好们是好事事，是绝对是好事。虽然说新加坡真的有许多道路呢，常常有灵异事件发生，但是呢，在看节目的朋友啊，你们在开车的时候呢，请务必要小心开车，因为马路如虎口，你一个人的疏忽会造成很多人的不方便，所以记得啦，开车要小心哦。 通过《周公讲鬼哪里有鬼》第2系列，我们听了那么多人的鬼故事，也到了那么多不同的地方去探灵，我们确实证明了有他们的存在。所以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应该要继续保有一颗敬畏之心，懂得尊重他们，是希望他们可以保佑我们，同时也保护自己，不是吗？